美國要想辦法賺錢，方法多得很。台灣在川普的賬上是欠他5500億美金，日本欠他4500億，韓國欠他3500億，歐盟欠他2000億，這個加起來就1.5兆，40億美元去買國債。那你的欠債是40兆，你想有用嗎？它還是向外刮收。這個選舉完了以後，不管勝敗，國內他不管了，就跟國際上啊，這一次很不幸啊，伊朗的石油跟荷姆茲海峽兩個金雞母沒抓到，要不然打了半天，如果說伊朗的石油被美國控制了，荷姆茲海峽也可以收錢。我们接下来要針對這個美債眼前這一場危機呢，跟你做未來的劇本推演。我們請現場的專家學者來跟我們預測，認為哪一種情境是最有可能發生的。目前再跟你講解一下，美國現在的國債多少呢？本周突破了40兆美元，非常的多。光是過去1年就增加了3兆美元，然後呢，這個利息支付啊，就要1兆美元，佔據美國 GDP 的整整125%。最新情況，現在可以看到美國財政部已經是有決心想要解決了。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呢，他就把這個回購規模升了1倍，從原本的20億美元增加了到40億美元。那他今天也說了，這個未來規模還會再更多，一定會超過40億美元，要來有這個下定決心解決這個問題。另一方面呢，美國面對這個巨大創紀錄的國債，加上很多的問題，包括通膨沒有消退，好，經濟持續降溫 ，AI 企業又在跟政府搶資金，還有包括我們剛剛一直跟你強調的財政支出還是過於龐大，完全沒有解決。這樣的情況下，美債的未來到底會走向哪裡呢？第一種情境，我們幫你假設的 A 情境，就是財政部這邊就可以穩住了，等於是貝森特啊，他針對呢他說的這個政府一系列的工具箱，拿出各種工具來逐步的對這個美債下功夫。這種情況下，貝森特就會持續的擴大回購美債的規模，並減少長債，然後改發短債，就是讓這個長期殖利率呢，在市場流通性就變得更少了，然後改發短債。再來，他也可能會出手啊，就是呼籲這個聯準會 Fed 呢來縮減資產負債表，最後就是要透過這個調整政府的持債結構來解決美債問題。好，那第一種情境到這個地步的時候，這個美債殖利率就可以被成功壓到正常水平。第二種情境，我們看到的是啊，走到聯準會這個地步了。財政部的政策通通失效，聯準會主動出來，透過印鈔的方式要替這國債來續命。財政部的工具呢，完全沒有用。現在 FED 主動停止縮表的啟動，那聯準會也重啟比較是量化寬鬆的政策，大量的印鈔票要來拯救債市。不過這種情況下呢，因為大量印鈔勢必會造成通貨膨脹的情況，那這個就會拖累美元大幅的貶值，等於是啊，全球只要跟美元有掛鈎的國家，他們的貨幣還有他們的資產都會一起被拖下去。再來看到第三種情況呢，只是最嚴重的情況，美債這個崩盤了，全球資產上演大逃殺的戲碼。這種情況之下呢，包括我們剛剛說的財政部，還有包括聯準會，他們通通政策都失敗了，美債只能靠印鈔來解救。這是投資人解讀啊，說看到印鈔要救美債，而且好像也沒有用。長期美債呢，勢必會在這個時候引起猛烈的拋售。然後接下來就會掀起一連串的金融災難反應，包括殖利率10年期升破6%這個超危險水平，高槓桿的資金呢會遭到這個追繳保證金，然後連帶讓這個銀行、保險業都接連暴雷，所以等於是這個美債對全球的影響。崩盤之後呢，範圍就擴及了全世界。好，那麼現在針對這 A、B、C 以上的3種可能衍生的劇本呢，我請現場的專家來為我們在白板上寫上你的答案。如果觀眾朋友們有興趣想加入討論，也請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區寫下你的看法。好，那麼看到現在現場的這個來賓們都已經把答案寫好了，我們同步亮牌。首先從介大使這邊看過來，介大使的答案是 A。那銀佑哥呢，就是寫 A 加 B， 就是可能是貝森特財政部跟聯準會這邊出手就能穩住了。好，那再來看到的是 Ross 的答案，則是 B， 會走到聯準會這一步，好，可能會有印鈔的這個動作出現。好，那我們首先請 Ross 這邊來跟我們解釋一下，為什麼你認為聯準會就可以解決呢？不一定是解決，但是印鈔是很有可能，因為這個我認為是最 easy 的方法了，不用想那麼多了，那我們就直接印鈔好了。這個因為A 跟 C 的這些步驟有點複雜了，不一定是做得到，但是印鈔今天決定就可以開始，不是今天印全部，但是將來幾個月或1年等等長期時間。如果做下幾個決定，那他們就知道未來的方向是如何，那就開始印了。我覺得對他們來說，不管是財政部 Fed 那邊
或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總統。其實我覺得 A、B、C， 我覺得川普可能會選 B 了，會選 B 哦。對。但是這樣的話，那通膨的問題怎麼辦？因為印更多的鈔，它會加劇美國的通膨。川普那麼多錢了，他真的不在乎了。他應該是50多年自己沒有去超市買東西了，所以他自己不知道。對他來說，他可能沒有想到這個問題。所以人家不管，比如說是記者提問這件事情，他就會但是股市那麼好啊，大家都在賺錢，經濟發展對，他會最高。東西變貴一點點也沒有關係了，因為他已經說了很多次了，所以我現在是認為，你跟他說會引起通膨，他不會那麼擔心，因為他會說但是大家都已經賺，因為股市大家都賺錢了，或者是薪水都調高了，我覺得跟他講通膨的問題，他不會那麼擔心。尤其是過完選舉，他又不會因為通膨不會太擔心了，對，所以我覺得對他來說，印鈔真的是最容易的、最直接的方法，真的對。好，感謝 Ross 的分析。那我們來請問一下尹佑哥，為什麼你選的是 A 加 B 呢？這是什麼意思？我們先講了，就是說消去法來看的話，C 我覺得是不太可能啦。整個失敗，這個不會讓它崩盤。當然，我記得大概在20年前有一本書叫《美元大崩壞》，因為當時我還念企管系嘛，所以我們那時候看一些。那時候我覺得這個機會不大，但是為什麼 A 我會說是 A 跟 B 呢？因為 A 貝森特他要把態度做出來。他要讓川普會覺得是說，我有在想辦法拯救這一個債券的市場，我有想辦法要去調整一些政府的一個持債的結構。他會做，可是用途不大，就是說他會有一個方向出來。可是這個實際是不是？我講白一點，他就好像是這一個，你還要這個已經生病了，你還叫他說你要這個不能吃東西，你要維持這個3高要先降下來。可是現在要的是什麼？立刻動手術，動手術就是 B， 就是印鈔票，最快的方法。所以 A 跟 B 我會認為同時會同步進行。A 的方向，貝森特這邊會講很多一些感覺上冠冕堂皇，感覺上一個正確的方向，可是遠水救不了近火，它還是要靠量化寬鬆，快速的去解決債券的一個問題。那這個東西會不會造成說美元的貶值？貶值之後買的東西越少，造成美國更大的貧富差距，或者是這個零元購還怎麼樣的狀況會再出來？我覺得這一點會是另外美國會出現的問題。所以尹佑哥的想法就是說兩者並行的時候，其實貝森特那一邊他提出的政策主要是在安撫投資人的情緒，對。然後，但是實際呢，下手救美債就是聯準會透過印鈔的方式來解救美債。非常謝謝尹佑哥的這個預測。那再我們請問一下介大使，您認為呢？我認為美國這個國家呢是長富於民啊，就是說政府欠個40兆。占它 GDP 比例，那要跟日本欠了這個GDP 的2.6倍，那美國還是有很大空間。美國真的不是說金山銀山推成的，美國要想辦法賺錢方法多得很啊。對，以前有些國家財政快垮的時候就開始賣護照啊，賣簽證移民啊，對不對？那美國這麼多地方，好啦，加州不要賣，你去那個 Nebraska、South Dakota。那邊看到牛跟羊比人還多啊，對不對？那賣一點護照，賣一點移民的話，那是可以賺很多錢的哦。對，那它還帶來巨額的投資也不一定的。所以美國的方法很多啦。我覺得美國事實上，你說這個國家要破產啊，不是那麼容易的。那當然現在來講的話，川普更厲害。川普不但從美國內部可以賣一點東西啊，還可以從國際上來刮收很多錢。對，我們就小算一筆賬好了。台灣在川普的賬上是欠他5500億美金。韓國欠他，日本欠他4500億，韓國欠他3500億，歐盟欠他2000億。這個加起來就1.5兆。這些國家，川普在想說我沒錢了，貝森特你跟他們談判，要不然就怎麼樣？要不然就加關稅。加關稅在川普的他的想法裡面也是賺錢的。對，我加關稅，我去年增加6000億美金的關稅，我替美國賺了6000億，都是外國出口商。然後雖然胡扯，他也可以搞出一筆錢。
所以你現在講擴大回購美債，我一些朋友就講說40億美元去買國債，你可以40兆美元，40億啦，40億，然後要去救40兆美元，它擴造回购，那你的欠債是40兆，你想有用嗎？這些都不是真正的大这個哈，所謂的這叫好大刀闊斧，大刀闊斧，我認為他還怎麼講呢？他還是向外刮收，川普在2.0以後，不是他不是2.0，應該2.5。如果說他這次哈，這個選舉完了以後，不管勝敗，國內他不管了，就跟國際上啊，台灣你5500億，你不要跟我打哈哈，對。然後你韓國現在已經講了，韓國現在日本，通通都要拿錢的，所以這些錢都回去的話，美國事實上，我覺得他很多這些川普增加的這麼多支出啊，起碼我覺得貝森特他手上會多一點錢。那你說美國會這個搞成全球經濟大恐慌？目前情況之下，我認為比例不高了，比例不高，就是說發生比例不高，所以我認為川普會擴大對外刮收。這一次很不幸啊，就是說。伊朗的石油跟荷姆茲海峽兩個金雞母沒抓到。好，來看到美國和這個日本啊，罕見的聯手來干預匯市。不過，真的能夠扭轉日元的弱勢嗎？我們先來看到這個日元啊，一度是貶到了1美元兌近164日元，也創下了約40年來的低點。而美國出手來相救了，他買進這個日元，讓匯率一度升到了155。好，那麼根據日本財務省，他公布了4月底到5月一共投入了11.73兆的日元來干預匯市，其中呢，在4月30號的時候，這單日投入了6.28兆的日元，也創下了歷史的紀錄。好，日本大量的出售美債來籌措資金，恐怕可能會推高美國的借貸成本，日元過度的貶值啊，也會這個削弱美國的關稅。但是卻可以保護本土產業的效果。好，我們要來詢問一下這個戴夫主任哦，這次的干預真的能夠扭轉這個日元的局勢嗎？如果是日銀啊，它不快點的升息的話，這個160日元的保衛戰會不會很快又重演？其實應該還是會回到160上下，甚至有可能還會再繼續談，因為利差繼續維持的話，那個其實是結構上的問題，並不是說我花了多少錢干預之後它就能夠回來。因為越干預會產生一個現象叫做套利哈，那我們看到不管是過去的亞洲金融風暴哈，那甚至到近期的幾個狀況，其實都免不了在匯率上的一些處置被這些那個投機者所預期了。所以當我預期你的貨幣因為這些干預的措施有變動的時候，其實它是個很好的聚集點。那聚集到甚至這個國家快掛掉的時候，就是很危險嘛哈。所以這應該不是一個常態啦。雖然說這個常態，目前這個行為看起來比較像是，美日同盟，我們現在也必須考慮到實質的問題哈，因為日本持有非常多的美國債券，那你要在市場上把美債賣出去，然後把這個資金引回日本去救，其實也聯動到美國的公債的這些利率跟價格嘛哈，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系統性的問題。所以如果說問題的根結是在於兩個國家的利差的這個狀況上，假設沒有改變，那這其實就會產生很多機會點，甚至會引發風暴哈。那第二個就是說，弱勢的日元上來講的話，其實雖然讓日本的出口很好，我們現在看到就是它的工具機其實靠這樣的匯率大概把台灣啊、韓國啊、中國大陸幾個原來做工具機也要出口的國家打得很慘。可是另外一方面來看的話，這種弱勢的貨幣其實它相當不利於它國內的消費跟投資。好，現在只要你去問一下在日本工作的親朋好友，他大概都會跟你吐苦水，物價是上漲的，然後薪資的上漲幅度其實沒有那麼大，甚至呢，在這個情況上面，讓日本的企業對於國內的投資就開始產生疑慮哈。那我是不是要把這些錢繼續放在這樣的一個市場上？所以整個經濟的成長的那個 GDP 的公式裡面，就看到有2條腿熄火啦。好，那熄火之後，我們就只能寄望政府去擴大支出，去做一些公共投資去做嘛哈。但是日本在過去公共投資的那個債務跟項目，大概也做到一個非常極致的情形了。所以我們很難想象啊，比方說在台灣每一個縣市有個機場，那日本其實大概有這個狀況哦，就很多地方其實都有大大小小的國際機場啊，都可以飛。像這些公共建設，其實他們也都已經在處理，早就在做了。所以你要再舉債再上去做投資，
也會有一個天花板的問題嘛，哈。所以這些因素如果綜合來考量，那我以後的經濟要怎麼樣成長，就變成是一個大的問題。所以如果這樣的一個狀況不改善，那它就會讓國內的經濟看起來就不好。那第三個，其實在這樣的結構上來講的話，會引發另外一件事情是，如果日幣一直在做貶值的動作，然後讓這一些日本貨的出口，不管是在全球的市場或在美國的市場，都取得一個相對性的優勢的時候，那我們隔壁的這些國家就會開始想，我們是不是也要競貶？那這個競貶的狀況，其實尤其是以亞洲這些以出口為主的經濟體就會很明顯的感受到我們是不是要開始貶值。那這個貶值一旦開始啟動之後，尤其像台灣，我們也很多東西從能源啊，從很多物資都是要從國外做進口台幣一旦開始貶值的時候，國內的這一些物價上漲的壓力會不會同步的上升？然後我們是不是有能力去處理這樣的問題？那台灣相對於其他國家來看的話，我們在能源成本上，事實上是把那個成本掛在2個公司嘛，一個叫中油，一個叫台電。那這2個公司如果認真的，他要把這些該漲的成本反映到國內的這個能源價格的時候，你會發現那不得了，我們的物價可能會漲到一個非常很難讓人接受的地步哈。但是這個台灣有辦法去控制住。那亞洲其他國家可能也會面臨同樣的難題啦，哈。所以第3個點來看的話，就是這件事情如果沒有開始去做改善的時候，那也很可能會引發亞洲上面的一些經濟跟金融的風暴。好，我們謝謝戴副主任了。好，那麼日元貶值，其實對於這個其他國家的遊客來說啊，到日本去玩，變便宜了。不過呢，對於日本的公民來說，生活成本卻是變貴了。好，我們來看到日幣貶值啊，日本消費者是負責買單，但是對於出口的大企業，好，包括了這個汽車、機械等，都是可以受益的。不過呢，日本高度依賴了進口能源、糧食還有原料。那麼，如果日元越疲弱的話，漲價則是由消費者買單。好，現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手嘍，他主張啊低日元的有利經濟。另外呢，日本實質的工資目前已經連續10個月都是呈現負成長的。好，那麼再來看到這個家庭恩格爾係數啊，現在已經升到了29.4%，也就顯示說呢，日本的民眾啊有將近30%的花費都是用來買食品的。好，我們要來請教一下介大使嘍。這個高市政府，它是一面用這個貶低日元來支撐出口，另外一邊又是靠這個減稅來補貼日本的家庭哦。那麼這個日本呢，如果是靠這套政策的話，真的可以帶動它的正成長嗎？只有高市一個人認為有可能，其他日本的像死破茂，他們好多這些自民黨內部的資深的這些政治人物都出來批評。這個時候你還要這個減稅，因為他是把那個消費稅7%要免掉。那高市早苗的打法就是說，這是我競選時候的諾言，我要實現我的競選諾言。那人家就說，你不要講你競選那個狀況跟現在狀況是不一樣的。你現在日元貶值到這個程度啊，那你這個日本的政府的財政面臨極大的壓力。那你還要把這個稅收的來源再把它再裁下去，你這會造成很大的問題。而且你事實上的話，你減稅會不會造成進一步的通膨啊？這也是一個大家會思考的問題。可是這個高市早苗就是只有一句話，這是我的競選的政見，我必須要實現。那可見他不是從經濟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不過日本現在的問題就變成不是這個減不減稅的問題哈。那日本的這個消費的話，事實上的話，應該是說長期它是在一個怎麼講，低通膨的一個環境之下。那這個情況之下，它的經濟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活力了。那剛剛講到說，就是說。日本的經濟現在的問題，倒不是說在你這個政府的稅收收得太高，或者說政府的這個稅收政策問題，而是說日本現在第一個你要解決日元的問題的話，那你的最大的考慮應該是要就是說升息。可是日本現在它的國債是它的 GDP 的260%。所以呢，你如果升息的話，
那立刻會造成什麼？立刻會造成日本的這個財政的困難。那所以這個升息不考慮的話，那剛剛就講到它的結構性，日元這個它的一個結構性的問題，跟美元的利差太高啊，那你要不斷的要去救日元啊，這可能都是達不到目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日本如果要升息的話，那麼日本現在我看有25萬家所謂的僵屍企業，這是從這個日本的經濟衰30年思路來一直存在的問題。那他們就是靠這個低利息還能夠存活。那如果說你現在把利息提高以後，這25萬僵屍企業，也就是說死撐在那邊不獲利，可是就要撐在那個地方，這25萬家企業，它可能就要面臨破產，因為它的利息高了以後，它支付不出來。那破產以後就帶來大批的失業，所以這些才是日本今天經濟的最大的問題啦。那你去把這個消費稅你在這個時候把它取消，那麼大部分日本的經濟學就是說，第一個沒有效果，第二個可能就是添亂。那另外一方面，你剛剛提到日本事實上在這個政府的支出上，軍事支出那上面不斷的在擴大。那麼把重點都放在擴軍上面這當然是分散日本已經非常這個負擔很沉重的財政，所以本來日本的很多經濟問題是它長期的這些結構性的問題，可是如果再加上高市早苗這種錯誤政策的話，那就是火上加油，所以好像沒有人對日本的經濟看好，再加上就是說。它跟中國大陸的關係現在搞壞掉了。你要知道日本的食品你要知道它有很多的這些食品公司他們跟中國大陸是契作關係。所以契作關係，它在山東，它甚至到遼寧，它去跟很多這些農業的公司合作，所以提供了日本的很多的這些食物的原料。那現在跟中國大陸關係不好，這些關係如果斷的話，對日本影響很大。那另外一方面，日本人很喜歡吃這個鰻魚，烤鰻魚。你知道日本的鰻魚過去很多是我們台灣幫他準備的，我們幫他做什麼半成品就是說日本拿到的地方，它的鰻魚都已經做得差不多了，養殖到半成品都是在台灣做。後來我們這個生產線都到中國大陸去了，所以日本的連鰻魚現在很多都是跟中國大陸有關，那可是高市長們都沒有考慮這些問題。那如果說跟中國大陸的關係再進一步惡化的話，中國大陸在某種程度上再對日本進行制裁的話，那日本的食品價格還會繼續往上走。因為日本事實上這個國家，它就是要維持現在日本人的營養水準的食品的供應本土只能夠達到34%到35%，其他到65%都是靠進口。所以它現在其實最大的問題是應該要把日元穩住。你如果日元繼續貶值的話，那你進口的食物你的食品會不斷的升高。所以你這些有一些產業，因為日元貶值獲得的這些市場獲利，很可能會比其他的這些進口物資這些包括食品的成本升高，把它的那個利差把它全部給它吃光了。所以我覺得就高市早苗應該是哪壺不開提哪壺了，這個不是一個好的良藥了。好，我們謝謝介大使那麼現在日本面臨了這個高物價，同時又面臨稅收的缺口，但是現在仍然是擴大的要來這個支出防衛的支出我們來看到日本發布了這個最新版防衛白皮書，他們把中國列為目前最大的戰略挑戰。那麼中國呢也做出回應了，他批評呢日本是為了要炒作中國威脅，全部都是為了要這個目的是增加軍費，還有發展它的遠程打擊能力以及軍事鬆綁來尋找借口。好，我們要請教一下孝維哥嘍。好，這個日本呢它的軍工產業能不能出現新的
經濟引擎，可以救他們的經濟，或者是會引發另一個東北亞的軍備競賽呢？其實我覺得這兩個部分來說哈，那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人會很希望能夠期待這是一個正面答案，但是我覺得很難。為什麼？因為就是說日本的軍工產業的確哈，它的這些什麼重工啊等等哦，它在國際上的這個水準哈是相當高。譬如像三菱重工，它做很多的包含那個戰甲車啊、飛機啊等等。那像日本的有那個很強的這個造船業哦，也甚至於最近也引起美國的注意。為什麼？美國是因為海軍現在的問題是軍艦的這個維修哈，老是沒有辦法依照原先需求，然後讓美國軍艦現在其實在整體維修上來講哦，有一些這個的確產生了這個維修不濟的這個狀況，然後再加上美國自己的造船業其實已經很空了，所以它必須要仰賴包含日本、韓國的這些造船業來讓美國的這個海軍能夠在西太平洋能夠維持一個良好的運作水準，但並不代表就是說日本的這些軍工企業能夠順利的把它轉化為一個對外出口，然後幫日本賺取大量外匯的這樣一個機制。為什麼呢？因為日本的問題就是說，你看到今天武器在銷售的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重點，就是它要能夠跟其他國家的這個共通性要能夠高。像我上個月去環太平洋演習的時候，就碰到就問到一個狀況，我說我問這個日本海上自衛隊的這個飛行員，我說你們今天你們的這個反潛機是日本自制的 P1， 那其他國家的反潛機幾乎都是用美國的 P8。那你們在運作的時候，會不會有些後勤上的這些困難啊？等等？結果他們的參謀反而很誠實的說，他說的確，他說他那個其他國家的反潛機跟美國用同樣 P8，只要有狀況壞了零件等等因為演習是一個視同作戰的場景，那他們就可以直接跟美軍的這個飛機或美軍的維修調用零件，然後讓飛機很快恢復妥善。但是日本的 P1，對不起，你太多零件非常的獨特，非常的 unique， 所以就變成說他們是能夠讓他們的飛機能夠維持妥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日本到夏威夷有 JAL 有那個 ANA 每天加總起來大概10幾班的這樣的飛機，所以呢迅速的把這個零件從日本運到夏威夷，然後讓他的飛機快速恢復妥善。但是如果今天換成別的國家，我要買你武器的時候，你後面有這麼多的這個問題我如果買了你武器要去解決面臨或這樣的問題的話，那我其實我真的要花錢買你武器的時候，我馬上就會裹足不前。而且像日本的武器還有一個問題，它單價非常高。它的這個像比如說日本的這個 F2 戰機吧，那如果你以它當初所製造的每一架單價成本來說的話，它大概其實可能你從現在角度來講，它大概是一架 F22加上 F35的這個價格都可能還不及一架日本的 F2 戰機。那因為日本本身它的這個武器或者說它自己本身國防發展的這樣一個獨特性，因此其實讓它的武器裝備出口困難重重，的確是困難重重。當然你看現在雖然說好像這個菲律賓日本要把這個自衛隊太除的這個艦艇給他等等，但是一艘軍艦台除的軍艦丟給他，某種程度來說，因為你還有相關的這個後勤等等需要這種轉移它會跟一般能夠量產的這樣一個這個武器裝備是不一樣的。那如果日本一般的那個量產的武器裝備，不管是戰甲車也好，戰機也好，它的單價都非常高，不是其他周邊國家能夠輕易負擔得起的。所以也就是說，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想要能夠讓日本的軍工產業能夠振興，然後變成日本的這個產業的這樣一個領頭羊，甚至於大量賺取外匯，其實我必須說想太多了啦。那當然，你說像日本未來你說會不會有新一輪的這個軍備競賽？不可否認，其實像它新版的這個防衛白皮書把中國大陸列為最大的這個戰略挑戰。但其實從日本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要從日本角度來看，的確因為中國大陸它現在隨着它自己的這個經濟發展，讓它過去共軍的這個解放軍海軍跟空軍的武力投射能力大幅增加了，而且數量也非常多。那甚至於也就是讓過去日本認為自己的這個絕對領域不容侵犯的這個所謂的日本的這個海空的這個，特別是海上的這個，就是他們的這個防空識別區。現在中國大陸的軍艦走這個日本的防空識別區，像走灶咖一樣。然後日本的過去習慣是，你只要有任何未經通報的這個外國機艦進到我防空識別區，我就要馬上派這個海上自衛隊、航空自衛隊全程盯梢。像我們國軍這個不跟日本的防空識別區就隔在東經121度線吧？是不是？你只要一過去，哇，日本馬上派飛機上來看。那這個時候，你中國大陸因為整體的這個軍事能力增強，軍艦進到這個日本的這個防空識別區，像走灶咖一樣，它現在耗掉了大量的這個戰機跟艦艇在海上執勤的時間，去盯好這些中國大陸的這個軍艦。某種程度來說，那如果他現在面對這樣的狀況，那他是不是就認為今天中國大陸的軍事力量增加，
大幅改變了原本日本的防衛態勢。其實嚴格來說一點都沒有錯。為什麼？你過去你不來的，你以前那個實力不行嘛，你沒有長程的飛機，没有那個像樣的作戰艦艇，你不能來。現在你這些東西都變好了，你要3不5時就跑到我家門口來走，对不對？我就必須要派大量的機艦去盯住你。那這個時候對於日本來講，的確中國大陸就成了改變現在日本跟中國大陸之間這樣的戰略關係最基本的因素。那對於日本來說，它當然要發展更多所謂的打擊能力，也就是說，如果今天進到我日本防空識別區的這些中國大陸的這個機艦突然對我有敵對的這個行為，因為我們看到過去，因為日本可能在很多政策上來講，跟北京來說並不是從北京來說看到一個順從的這個角度，因此日本它現在在跟中國大陸來講，他們在外交上來說其實還蠻僵的。那这個對日本來說，你知道，如果說你今天你這個在我家周邊的這些機艦突然要對付我要怎麼辦？所以我一定要有足夠的那個防禦跟這個反制力量。但這個反制力量基本上來講也是為日本自己所夠用為止，因為其實買飛機、買大炮、買飛彈這些錢都非常高，那並沒有辦法能夠讓日本把這個東西轉化為能夠出口，然後或轉化為能夠它未來這樣一個生財的這樣一個部分。是。好，我們來看到這個美伊戰爭從今年2026年的2月28號開戰以來到現在啊，其中經歷了2次的和平協議談判。第一次呢，他們是非常短暫，只有維持2個禮拜，而且非常脆弱的和平談判。那麼在這期間呢，兩國又是互相打，偶爾打，那麼川普可能又有政策的插口。接下來呢，好不容易就在6月17號的時候，兩國終於簽署了這個和平停戰協議，為期60天，但是實際上呢，只維持了短短的21天而已。那麼接下來呢，川普總統又單方面的表示說，這一紙的和平協議已經作廢了。好，那麼美伊局勢未來會怎麼發展呢？我們來看到，我們團隊根據了美伊開戰以來的相關的局勢布局啊，還有美伊的相關的這個情報，我們幫大家推測出接下來可能會有3種的發展的可能。那麼接下來也會請我們今天的專家來幫我們預測到底會朝哪一個方向來看。好，我們先來看到第一種，就是 A 超限升級了。那麼美軍將會在下周啟動比2月史詩怒火更猛烈的空襲，那麼直接就轟炸伊朗最核心的高山地下核設施，要試圖用絕對的武力一舉擊潰伊朗的意志。好，再來看到有可能是 B 嗎？長期絞殺，也就是說呢，美國維持大規模的戰術空襲，但是呢，伊朗還是會死守底線，利用代理人在荷姆茲海峽以及曼德海峽發動沒完沒了的襲擊。那麼雙方最後呢，會演變成高油價還有高通膨的長期泥淖消耗戰。另外呢，可能性呢可能是 C 被迫外交，也就是說呢，在中國、俄羅斯以及中東盟國的外交高压斡旋之下呢，雙方會為了各自的經濟還有選票的考量，那麼在下周的時候呢，會再度的重回談判桌來簽署新一輪的短暫停火協議了。好，那麼我們要請這個來賓來幫我們在白板上來寫下大家覺得這個3種可能，您心目中最有可能會發生的這個局勢走向。好，那麼待會呢，先請來賓寫完之後呢，同步的我們一起來亮牌。那麼在這個來賓正在這個預測的時候呢，也請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來幫我們想一下，您覺得這3種哪一項是最有可能發生的呢？趕快在我們的影片下方留言，和我們一起來討論。好，我們來看到現在來賓們都已經寫好了。好，我們一起來亮牌。好，我們可以看到，哇，這個介大使有2個選項，亮老師是選 A。好，那麼這個副社長選的是 B， 長期絞殺。好，我們先來請教一下介大使為什麼您會覺得 A 和 B 同時都有可能發生？因為這個 A 裡面提到要這個去轟炸這個伊朗的浩山的核設施哈，現在各方的猜測都是很有可能要發生。那因為這個美國的這個 B-1 轟炸機已經到英國的基地了，所以前2天這個伊朗也在警告。說你這英國你小心一點啊！你把這個你也加入了這個美國直接攻擊我的這個行動，你小心遭到報復。那當然英國說我不怕，那不過現在就是因為浩山它是照以色列方面的情報顯示，在上一次的攻擊裡面，事實上
美國也炸了這個當時伊朗的地下核基地。那炸了2個核基地以後呢，事實上效果不曉得怎麼樣。那顯然是沒有效果，因為要不然就不會現在再繼續炸浩3。可是川普當時就嘴硬啊，說摧毀了，摧毀的話，那現在幹嘛要打浩3？所以川普話就是參考一下就好了。那現在打浩3的話，事實上的話，這個外面報道是說，他可能會用這種還是遠距的，用這種巡弋飛彈的方式去炸。可能不會用那種鑽地彈去炸，那可是呢，基本上可能還是警告性質的，表示說我現在擴大了，而且我的這個重磅這種B1轟炸機都出動了，表示提升了。這個是一個我認為，因為現在外面都在報道這個問題，所以就是說，我覺得他可能下個禮拜很有可能會這個行動。可是基本上炸浩3並不會說一次就解決了這個問題，那中長期還是要用絞殺的方式。那也就是說，美國會維持這個大規模的戰術性空襲，然後呢，看伊朗基本上他願不願意把這個戰爭也升級。如果他把這個紅海也一起拉進來的話，那就變成就是說，那時候川普的一個選擇了，川普一個選擇。另外一個還就是高油價，所以長期絞殺目前看起來也是不可避免的一個趨勢啊，除非有一些變化。好，謝謝大使。那我們趕快再來看一下，廖老師也是選 A 耶，所以也是下個禮拜就會轟炸這個島山了嗎？其實我的看法是比較趨近謝大使啊，就 A 跟 B 都有。但是我想了一下，覺得可能平均分布一下，這樣更有可看性啊。其實我覺得 A 的這個 scenario 比重是高一點，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升級，剛剛謝大使有提到這個版本，箭在弦上嘛，就要開始了啊。川普已經講了那麼多次，但是問題就是剛剛我們也有分析過，其實美國的整體國力跟他能夠打到的地方中間有一個很大的真空，這個其實是從小布希執政以來就已經發現的問題他沒有辦法在全世界同時出拳，所以後來就修正為一大戰一小戰。現在看起來，美國要針對一戰的可能都還令人質疑。後面有一些變數，比方說它的軍火供應鏈全球斷裂，還有美國現在的這個整體的軍事預算也在下降。再來這個更深的因素就是美國國內政治的因素，包括我們現在注意到的，川普上任以後大力要去破除美軍的所謂的 DEI， 就是多元包容。現在國內都已經有一些反彈的聲浪，有政治動作都出來了這個對美軍的這個整體的戰力跟士氣一定是會有影響的。我們要曉得，這個派在第一線的去執行川普意志的就是這些人陸海空還有這個陸戰隊所以這個升級看起來軍事行動箭在弦上。因為我們古代中國兵家講說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你重兵你不能擺在那裡，這就是剛剛講的，它的輪調制度要建立起來，建立起來以後，後續部隊就可以推進現在是準備要把這個軍隊要做一個兵力的投射了。所以就美國來講它是打拒止戰。但是就伊朗來講，它是生存戰所以這個各方的針對的對象是不一樣的美國這個箭在弦上打出去以後，它很可能它其實也沒有像 B 那個所講的長期絞殺的本錢因為這個也不在川普的這個當初軍事行動的劇本裡面而且這個還牽涉到華府這個背後的政治角力，還有跟國會山莊的一些這個政治動作的一些攻防我本人是研究美國總統軍事統帥權的，這個背後玄機更多了這個川普如果說他把這個口袋裡面的戰術都拿出來的話，那真的是沒完沒了。所以現在看起來就 A 跟 B 都有可能，但是升級了以後，這個打不到天花板的。我的估計是這個樣子你要這個升級到全面戰爭那是不可能的不太會成真的劇本。但是提升強度，然後造成周邊國家的影響，中東跟其他阿拉伯半島的國家都捲進去大家都跳腳，為了油價，為了這個高晶片的問題大家都緊張然後這個同步來施壓然後讓這個整個劇本稍微的再調整再重演一遍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選A 是比較多一點。好，謝謝廖老師那麼柴副社長選的也是 B， 對不對？是的，選的是 B。那您怎麼看？我認為除非美國直接使用核武，否則的話，其實我們認為長期絞殺的可能性會比較高一些。第一個的話，這涉及到川普的個性的問題，就是川普是一個
非常愛面子、死不認輸的人。所以說，如果沒有拿到一個實質的好處的話，要美軍這個時候撤兵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第二個的話，是我個人的臆測，純屬個人，就是有一個叫做川普投顧這樣子的一個概念。也就是說，其實，在歷任總統當中，我可能會認為川普是把個人利益優先於國家利益之前的人。所以說，其實美伊戰事這麼好的一個舞台，它可以非常直接的影響到華爾街，甚至是美國的股價指數，而且甚至是美國的媒體都長期的懷疑，其實川普也利用了這場戰爭，在華爾街當中撈了不少的好處。所以說，既然可以直接撈到好處的情況之下的話，也沒有必要這樣子去直接的去所謂的停止戰爭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因為它可以利用操縱戰爭的方式，然後在華爾街得到好處。而比較有意思的地方，其實是最近是美國的法說會的高峰期，所以大家都會去關注所謂的像 Intel 或者是 NVIDIA 他們的財報表現如何。但是可能大家忽略掉了一件事情，其實最近有2家公司也公布了他們的財報，以及他們對於未來下半年的展望。這2家公司分別是雷神還有洛克希德馬丁。他們對於今年下半年的展望都非常非常的樂觀，而且他們的一個如此樂觀的理由，都是因為美伊戰爭都持續在進行當中，而這2家公司合計可以從美國拿到5000億美元的軍火訂單，所以說這也就代表說，美國政府很有可能還會為了這一場戰爭，在準備所謂的兵器的情況。還有5000億美元，恐怕還等在後面。所以說，從這個地方來講的話，我也不認為現在這個戰爭會這麼輕易的結束。而且換一個不同的角度，我們站在伊朗的角度來想這件事情的時候，我覺得透過外交的方式是幾乎現在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為伊朗對於美國的信任度實在是太低了。而且不要忘掉一件事情，在美伊戰爭剛開打的時候，第一個，美國就已經把他們家的老大還有一堆的為首人全部都一次性的幹掉了。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當初美軍做了一件最不該做的事情，也就是轟炸了人家的小學，把人家165個小女生通通都炸死了。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就等於是國仇家恨，這點沒有辦法避免。而且的話，其實伊朗雖然對於美軍的這樣子積極的反擊是應該講說他們的原則就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你打我什麼我就打你什麼。但實際上，其實按照我個人長期這一次的觀察的話，其實伊朗這一次的戰爭其實是非常有節奏性的，所以他在這一次反擊當中，第一波他是先打了你的美軍基地的雷達戰。然後讓你整個的一個防空系統可能會因此而無效。後面他打的就是美軍的空中加油機，還有就是所謂的預警機的空中預警機的部分。也就是說，你的真的就是說你要做得好防空的部分是非常的困難。這也就是為什麼最近伊朗不可以打到約旦，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然後後面的話就開始針對住在就是說，比方說像阿聯酋之類的美軍基地開始進行一些打擊，甚至是他現在已經第4波，他將整個的戰爭往外擴展，然後就已經打到約旦，甚至是打到了紅海的地方去。這個也就意味着一件事情，未來也有可能會造成了一個美軍的實質上的傷亡。所以說，其實這場戰爭，我總覺得很多的狀況幾乎都還是，雖然伊朗是最近連續的受到美軍的空襲，但其實整個戰爭的節奏其實依然還是握在所謂的伊朗的手中。所以說，也許這是一個長期絞殺，但是美國絞殺伊朗，還是伊朗在逐漸絞殺美國？我覺得這個值得觀察。好，我們謝謝財副社長。其實我們根據3位來賓的這個預測，
大家都沒有選 C， 都沒有覺得他們在下禮拜就會上談判桌。那麼其實美伊戰爭最重要的症結點還是荷姆茲海峽。那麼荷姆茲海峽被封鎖的話，當然就會影響到油價了。我們來請教一下介大使哦，這個如果呢這個荷姆茲海峽就是同時又被封鎖，油價飆升啊，這會不會影響到未來？比如說像是中國、俄羅斯還有伊朗，他們是同步聯手把這個油價啟動了去美元化的能源新秩序。其實這裡面一直都在進行啊，因為就是俄烏戰爭開打以後啊，美國聯手歐洲，基本上動用這個美元工具、貨幣工具，把這個俄羅斯的海外資產凍結，甚至把它拍賣啊，所以引起全球恐慌。因為美國是開一個大銀行的，大家把錢存在美國跟這些西方國家，那你如果得罪他，他就把你的財產全部充公。那這裡面存在美國這個銀行裡面的錢的國家啊，多得不得了，尤其這些海灣國家，對，他們不但有這個不動產，還有動產，所以大家都希望尋求怎麼樣對美國的這個美金的依賴啊。那中國大陸其實長期也在有一個政策，就是所謂的本幣交易，然後實行這個線上的交易啊，這個電子化的人民幣啊，那這個一直在做。可是現在這一次的事情，主要因為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已經都在盡力在去美元化啊。那中國大陸事實上去美元化，它也不會做得太快，因為它手上還有很多美元。你如果把這些美元資產，你把美元一下打得很弱的話，中國大陸也有損失。所以它是一種漸進。這裡面關鍵就在沙特。沙特因為它的國家安全是建構在石油美元上，所以這個原則它敢不敢破的問題。如果說沙特也鬆口，就是說你跟中國大陸你以後就付人民幣的話，那美國對沙特的安全保障會不會取消？這個對沙特來講是一個生死抉擇。所以到目前為止，沙特並沒有做出很大的讓步啊。那會不會因為這次事件，沙特就棄美元而擁抱其他的貨幣啊？現在有這個可能性，不過對沙特來講，我覺得在他的目前這個王儲的這個登大位還沒有完全坐穩之前啊，我想沙特也不敢冒這個險，跟美國人做這種關係的基礎的一種把它鬆動的作為，所以我覺得就是說會加速俄羅斯那伊朗老早跟美元化興建，伊朗跟中國大陸的這個去美元化，可是對沙特來講一個關鍵的因素，我覺得他還會觀望，他不會採取具體的行動。好，我們謝謝介大使。我們再來問一下廖老師哦，如果呢美軍真的啟動了這個超限空襲的話，有可能會成功嗎？那麼他們有沒有辦法抵擋伊朗的回擊呢？這個超限攻擊會越過現在的軍事強度看起來它會提升一點，但是如果要針對這個稿山的核設施這個其實是川普在心裡面我覺得它是很重要的一張牌，因為川普講了好幾次，但是這個也是最不可能成真的地方，因為要能夠打早就打了嘛。而且稿山這個核設施往下挖100公尺它的坑道四通八達，據說裡面有超過100具以上的濃縮鈾的離心機，可見得伊朗部署很久了。可是我們這樣看回來，世界上9個永和的國家，如果再加一個伊朗的話，那大家都要跳腳了所以美國更會抱着頭燒，所以這個是他絕對不希望看到它成真的地方。所以不管口頭上講，行動上顯示，他總要想說，我就是把稿山當目標，所以他很可能會包括在這個下禮拜所講的這個超限的軍事行動裡面但是真的要摧毀的話，我覺得是不太可能的。今年2月28號，美國一開始掀起軍事行動以後我就說這個可能性是低的。川普可以講，但是做是做不到的。但問題是，他一定要把它包藏在這個軍事行動裡面，一則顯示美軍沒有辦法容忍它變成第10個核武俱樂部的會員。再來就是這個讓美國芒刺在背我已經在全球去開闢這些戰場。有人說這個川普要打拉丁美洲有人說要打什麼地方那川普好像對全球都有興趣那我們不要忘記還有所謂的北冰洋這些地方所以看起來這一個
川普針對他來做一些遠距的攻擊是有可能的，但是撼動不了，因為伊朗的空防它上個世紀以來是針對前蘇制的武器跟美制的武器，這個在本世紀大概都消耗殆盡了。但是現在從這個今年年中以來他們自力研發的所謂的拉什漢的空防系統那個能量還有限，但問題是美軍遠距攻擊的能量跟動能也有限，所以相互節制就有點抵消。所以我覺得這個劇本不太會成真，會攻擊，但是不太會達到川普所講的那樣。